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时候，你并不是过得很糟，但心里却始终不太安稳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选择也已经做完了，生活看起来在继续，但内心却停在原地。你会反复回想，是不是当初换一个决定，一切就会不一样？你并不是想回到过去，你只是想确认自己没有白走这一段路。很多人都卡在这种状态里，不是崩溃，而是一种持续而安静的消耗。这种消耗不会立刻让人倒下，却会一点一点磨掉耐心和信心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努力一点？可越是这样想，心就越累，因为你已经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曾经有这样一个人，生活稳定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却越来越不敢做决定。他害怕选错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害怕再次确认，努力依然没有结果。人之所以放不下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背后牵动的自我评价。失败会让人怀疑价值，失去会让人怀疑意义。于是我们反复回想，希望在过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。佛学把这种状态称为执着，它并不是错误，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当现实已经结束，期待却没有离开，内耗就自然开始了。有些人习惯在深夜翻看旧记录，不是为了回头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被需要过。当关系结束，真正消失的往往是那个被肯定过的自己。佛学对痛苦的解释很直接，痛苦并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期待。当现实不符合期待，内心就会产生冲突。执着就是不断要求现实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重来一次。这些期待本身没有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无法停止的反复消耗。很多人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心。他们害怕现在的选择在将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于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，却也因此更容易感到疲惫。关系里的痛苦往往来自失去控制感。当事情不再按照期待发展，内心就会开始不安。佛学所说的随缘，是承认没有人必须为你的期待负责。当你停止试图控制他人，情绪的消耗才会慢慢下降。有人花了很多年去证明自己没有选错路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不断证明的压力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比较，我们用别人的进度否定自己的节奏。这种比较会让人忽略已经走过的路，只盯着还没到的地方。佛学提醒我们，自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证明的结果，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当你过度关注我是谁，我有没有落后，内心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评估。放下自我，并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停止用单一标准审判整个人生。放下并不是某一个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。每一次你停止反复回想，都是在把注意力带回当下。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内耗，可以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还值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继续纠缠只会消耗更多心力。放下不是逃避，而是为当下保留行动的空间。你不需要把整个人生耗在已经结束的画面里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时候，你并不是过得很糟，但心里却始终不太安稳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选择也已经做完了，生活看起来在继续，但内心却停在原地。你会反复回想，是不是当初换一个决定，一切就会不一样？你并不是想回到过去，你只是想确认自己没有白走这一段路。
很多人都卡在这种状态里，不是崩溃，而是一种持续而安静的消耗。这种消耗不会立刻让人倒下，却会一点一点磨掉耐心和信心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努力一点。可越是这样想，心就越累，因为你已经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曾经有这样一个人，生活稳定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却越来越不敢做决定。他害怕选错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害怕再次确认，努力依然没有结果。人之所以放不下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背后牵动的自我评价。失败会让人怀疑价值，失去会让人怀疑意义。于是我们反复回想，希望在过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。佛学把这种状态称为执着，它并不是错误，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当现实已经结束，期待却没有离开，内耗就自然开始了。有些人习惯在深夜翻看旧记录，不是为了回头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被需要过。当关系结束，真正消失的往往是那个被肯定过的自己。佛学对痛苦的解释很直接，痛苦并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期待。当现实不符合期待，内心就会产生冲突。执着就是不断要求现实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重来一次。这些期待本身没有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无法停止的反复消耗。很多人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心。他们害怕现在的选择在将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于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，却也因此更容易感到疲惫。关系里的痛苦往往来自失去控制感。当事情不再按照期待发展，内心就会开始不安。佛学所说的随缘，是承认没有人必须为你的期待负责。当你停止试图控制他人，情绪的消耗才会慢慢下降。有人花了很多年去证明自己没有选错路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不断证明的压力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比较，我们用别人的进度否定自己的节奏。这种比较会让人忽略已经走过的路，只盯着还没到的地方。佛学提醒我们，自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证明的结果，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当你过度关注我是谁，我有没有落后，内心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评估。放下自我，并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停止用单一标准审判整个人生。放下并不是某一个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。每一次你停止反复回想，都是在把注意力带回当下。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内耗，可以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还值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继续纠缠只会消耗更多心力。放下不是逃避，而是为当下保留行动的空间。你不需要把整个人生耗在已经结束的画面里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时候，你并不是过得很糟，但心里却始终不太安稳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选择也已经做完了，生活看起来在继续，但内心却停在原地。你会反复回想，是不是当初换一个决定，一切就会不一样？你并不是想回到过去，你只是想确认自己没有白走这一段路。很多人都卡在这种状态里，不是崩溃，而是一种持续而安静的消耗。这种消耗不会立刻让人倒下，却会一点一点磨掉耐心和信心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努力一点。可越是这样想，心就越累，因为你已经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曾经有这样一个人，
生活稳定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却越来越不敢做决定。他害怕选错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害怕再次确认，努力依然没有结果。人之所以放不下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背后牵动的自我评价。失败会让人怀疑价值，失去会让人怀疑意义。于是我们反复回想，希望在过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。佛学把这种状态称为执着，它并不是错误，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当现实已经结束，期待却没有离开，内耗就自然开始了。有些人习惯在深夜翻看旧记录，不是为了回头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被需要过。当关系结束，真正消失的往往是那个被肯定过的自己。佛学对痛苦的解释很直接，痛苦并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期待。当现实不符合期待，内心就会产生冲突。执着就是不断要求现实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重来一次。这些期待本身没有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无法停止的反复消耗。很多人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心。他们害怕现在的选择在将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于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，却也因此更容易感到疲惫。关系里的痛苦往往来自失去控制感。当事情不再按照期待发展，内心就会开始不安。佛学所说的随缘，是承认没有人必须为你的期待负责。当你停止试图控制他人，情绪的消耗才会慢慢下降。有人花了很多年去证明自己没有选错路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不断证明的压力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比较，我们用别人的进度否定自己的节奏。这种比较会让人忽略已经走过的路，只盯着还没到的地方。佛学提醒我们，自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证明的结果，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当你过度关注我是谁，我有没有落后，内心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评估。放下自我，并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停止用单一标准审判整个人生。放下并不是某一个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。每一次你停止反复回想，都是在把注意力带回当下。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内耗，可以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还值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继续纠缠只会消耗更多心力。放下不是逃避，而是为当下保留行动的空间。你不需要把整个人生耗在已经结束的画面里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时候，你并不是过得很糟，但心里却始终不太安稳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选择也已经做完了，生活看起来在继续，但内心却停在原地。你会反复回想，是不是当初换一个决定，一切就会不一样？你并不是想回到过去，你只是想确认自己没有白走这一段路。很多人都卡在这种状态里，不是崩溃，而是一种持续而安静的消耗。这种消耗不会立刻让人倒下，却会一点一点磨掉耐心和信心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努力一点？可越是这样想，心就越累，因为你已经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曾经有这样一个人，生活稳定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却越来越不敢做决定。他害怕选错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害怕再次确认，努力依然没有结果。人之所以放不下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背后牵动的自我评价。失败会让人怀疑价值，失去会让人怀疑意义。于是我们反复回想，希望在过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。
佛学把这种状态称为执着，它并不是错误，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当现实已经结束，期待却没有离开，内耗就自然开始了。有些人习惯在深夜翻看旧记录，不是为了回头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被需要过。当关系结束，真正消失的往往是那个被肯定过的自己。佛学对痛苦的解释很直接，痛苦并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期待。当现实不符合期待，内心就会产生冲突。执着就是不断要求现实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重来一次。这些期待本身没有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无法停止的反复消耗。很多人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安心。他们害怕现在的选择在将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于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，却也因此更容易感到疲惫。关系里的痛苦往往来自失去控制感。当事情不再按照期待发展，内心就会开始不安。佛学所说的随缘，是承认没有人必须为你的期待负责。当你停止试图控制他人，情绪的消耗才会慢慢下降。有人花了很多年去证明自己没有选错路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让人疲惫的是不断证明的压力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比较，我们用别人的进度否定自己的节奏，这种比较会让人忽略已经走过的路，只盯着还没到的地方。佛学提醒我们，自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证明的结果，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当你过度关注我是谁，我有没有落后，内心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评估。放下自我，并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停止用单一标准审判整个人生。放下并不是某一个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。每一次你停止反复回想，都是在把注意力带回当下。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内耗，可以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还值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继续纠缠只会消耗更多心力。如果只能带走这一支影片的一个观点，那就是这一句：真正让人痛苦的，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不肯停止的内在拉扯。你不是想得不够通透，而是太久没有允许自己放下。放下不是否定努力过的自己，而是停止用过去惩罚现在。当你不再急着替人生下结论，心才会真正安静下来。你不需要马上变好，也不需要立刻想通，只要此刻比刚刚少一点内耗，就已经是在修行的路上。愿你在日常的每一次呼吸里，都慢慢找回内在的稳定。这就是放下真正的意义。